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呢，是我们小米11深度测评的一个延展视频啊。其实之前的这些热点机型呢，我们都做过类似的，就是关于它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之前我们没有聊到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后期又进行了这个补测，比如说MIUI 12.5或者说 X6000这些路由器呢，我们都没跟大家聊到。这期视频呢，我们全部再跟大家详细的聊一下。OK， 那咱们不废话了，关于小米11的7个问题，马上开始。经常为别人出镜做推广，这次我们为自己代言。小白有品 APP， 一个只卖精品二手的平台，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半价潮物，国行正品带票，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赶紧搜索上车。第一个问题啊，小白，现在小米11值得入手吗？在4000元这个价位，综合性价比如何？我们在这整理了一张4000元档位机型的参数对比图啊。如果你是一名参数党的话，那么在这个价位，小米11是性价比非常高的。目前只有它一个搭载了888，而且把 2K 加上120赫兹屏幕带到了4000元以下，而同样支持 2K 加上120赫兹的1+8 Pro 或者 Find X2，官方价格直到现在都要4500以上。如果你对拍照要求不高，并且是MIUI 的长期用户，在这个时间点，小米11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注重充电的话，可以选择 iQOO 5或者说 iQOO Pro； 更倾向拍照或者颜值的话，可以选择 Reno 5 Pro Plus。目前根据实测，888照865，综合性能提升在20%左右。第二个热点问题，小白可以聊聊MIUI 12.5的隐私保护吗？发布会上讲了好多啊。12.5这个我们的首发测评由于时间紧啊，没有跟大家聊到啊。系统部分在发布会也讲了半个多小时。隐私保护方面新增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剪切板智能管理。其实 iOS 之前也有类似的功能啊，只是做的没有那么极致。iOS 只会提醒你哪些应用读取了你的剪切板，但是不能直接禁用。我知道有人在读取我的某些隐私，但是在 iOS 我无法选择拒绝。MIUI 这边相对智能一些，对他认为没有必要读取剪切板信息的应用予以拒绝，而像淘宝这样需要调用口令的应用则给予了允许。模糊定位也是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啊。有些应用只推送同城消息，那么就没有必要具体知道我在哪栋楼哪个门牌号了，我只需要给它一个大概的位置，不影响我软件的正常使用。这个隐私隔离沙盒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你请了装修工人，他拥有进你家门的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你家啊，这没有问题，他需要干活，但你的私人房间也没有锁，谁能保证有些人就不会好奇进去看一眼呢？沙盒的作用就相当于额外给涉及到隐私的应用，比如说相册啊、微信等啊，再上一把锁。这个功能并不算太新鲜啊，但是很实用。把应用可读取的信息更加细分化啊，让用户进一步的掌控自己的隐私权，做到更加人性化，这是MIUI 12.5一个非常大的升级。安卓系统开放的特性呢，带来了很多很酷啊、很帅的体验，但同时相对 iOS 呢，对隐私权限呢也更加难把控一些。就比如之前风行的开后门或者葫芦娃联动唤醒等等，倡议一下所有的 OS 都进一步增强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同意的请扣一。第三个啊，就我知道这次MIUI 12.5改变很大，但是我更加关心系统流畅度啊，还有什么发布会上没有提到的小细节吗？我们手里目前有3台小米11，一个是12.5的，2个是12的。12.5的系统整体流畅度啊，现在还没有大规模推送啊，就出版来说就已经非常流畅了。包括打开关闭应用、切换后台、运行多个应用时，流畅度基本和手里没有升级到12.5的小米11差不多，不存在之前小米12刚出来的时候那样啊特别卡，不用担心，因为这次毕竟不是12到13这种大升级。细节体验方面也更好，比如说 APP 的打断动画被完全重做，开启应用时动画可以及时暂停，也不会再出现上个版本突然卡顿或者闪屏的情况。卡片式后排应用可以跟随手的不同角度移动，而横屏应用返回桌面也不会再有之前短暂停留的过程。打开文件夹会有奇妙的震动马达反馈，在调节音量时呢，每调高一格和降低一格都会提供相应的震动反馈，提升用户和手机之间的细微交互感。小窗胶囊这个功能会将部分重要的信息自动挂起，当然这个需要进行大量的第三方适配啊，是一个不小的工程。缺点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啊，就比如说录屏它依然是直角的啊，这个可以再详细打磨一下。而且呢，这个12.5虽然说流畅度非常不错啊，但是它的底层呢还是有一点点不太稳定，我们已经碰到2次莫名重启的情况了。总体而言，流畅性又有提升，而且这都是在120赫兹的情况下，可以等待稳定版更新之后再升级。毕竟MIUI 12的小米11在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中已经94秒登顶了，我们期待它跑得更快一些。
至于MIUI 加这个功能，我们在华为的视频中已经聊过了啊，应该非常熟悉了。相当于把你的手机投射到了电脑屏幕上，可以跨平台的粘贴复制、应用接力使用、文件拖拽，电脑手机不用再来回切换了。但目前的版本呢，延迟还是比较高的啊，有时候还会有莫名卡顿，和华为的体验确实有差距。苹果电脑也不能用这个功能，小米也提示用米系笔记本啊，能获得更好的体验，别的品牌保证不了。给予时间吧，相信多更新2版之后，应该会提升不少。第4个问题，小白，我想知道一下小米路由器 AX6000和上一代的 X3600有什么不同？上半年3600反馈不错啊，但是它只支持4×4 80兆赫兹或者2×2 160兆赫兹。不管你怎么选啊，总速度都是2400兆 bps， 也就是说4×4和160兆赫兹的频宽你只能2选1，而 X6000就是成年人全都要啊，理论上相当于速度翻倍。虽然它是通过把2个80兆赫兹的空间流捆绑成一个160兆赫兹实现的，真的160兆赫兹有一定差距，但总体体验上差距并不大。而所谓的这个增强版呢，是因为提供了4096 QAM 编码的缘故。出版的 WiFi 6呢是1024 QAM， 这和大家手里的 WiFi 6应该是一样的。从数字上看，1024到4096提升了4倍，而本质上1024 QAM 是2的10次方，也就是10比特，4096 QAM 是12比特，所以相比于上一代，它只快了20%，这个和官方说法也是一致的。如果不是非常极致的极客，其实这点差距体验不太出来。这一切的一切，想要体验到极致，首先还是要看你家的网速够不够。如果套餐网速够，但就是跑不上去，你可以让运营商来检查一下光猫是不是够不够，或者埋设的网线问题。再来聊一下这个 2.5G 的接口啊，价格上呢 X6000应该是目前搭载 2.5G 接口最便宜的无线路由器，它可以连接 NAS 享受 2.5G bps 的内网，像一些小型工作室专门使用内网传输文件就非常有效率了。2.5G 就是2500兆，这个数字也不是随意来的啊，万兆价格太贵啊，1000兆接口也不具备挑战未来的资格。2.5G 接口就是综合了价格成本、速度、使用周期等等综合元素给出的一个标准。市面上也有相近配置的路由器，比如说华硕的 RTX 82U， 不过那个售价要1000多。第5个问题，小米11相较于小米10拍照有哪些进步？它的相机在同价位表现又如何？我们首先一句话总结啊，重拍照的话，小米11在同价位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选择了4台手机，小米10、小米11，同价位的 iQOO 5还有 Reno 5 Pro Plus 来进行对比。首先说结果，和上一代的小米10相比，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没有小米10那种整体画面泛白的感觉，观感上更加清晰，室外的高光压制的更好，也不会像小米10那样在某些场景下会出现一些偏色的问题。拍摄物体的颜色也更加饱满，比较讨眼球，细节保留也要更多，光感也要更好。视频方面，这次加入了视频夜景模式，它是通过多帧合成来提升画面的亮度，可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场景拍出明亮可见的视频画面，但同时帧率也更低，比较适合拍摄固定的画面。和其他家相比啊，第一观感差距并不大，但是放大后，另外2台明显比小米11更加清晰锐利一些，尤其是文字的细腻程度，其他2家锐度要更好。除此之外，在白天的差距并不算大。但是在夜景方面和另外2台的差距就比较明显了，高光处过曝，暗部的细节丢失更多，而且3台中 iQOO 5的优势最为明显拍出来的天空最为纯净，在许多场景下，小米11局部放大后的画面比另外2家都要更糊。总体而言，在拍照方面，目前的软件版本下，小米11表现确实不好，iQOO 5综合表现要更好，11在夜间的表现很一般，白天够用。第6个武汉吴彦祖这个关于小米11的环保政策你怎么看呢？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好多次了但是依然有很多私信。我们在之前的测评视频中就说过这个要交给时间检验第一呢，就是看这种做法会不会在厂商中延续就是单我都买过了，要用户来去选择环保或者非环保。第二个就是懂的人呢，基本都会买套装版，因为这个充电器真心不错体积也比较小，55瓦，多备一个充电器它不香吗？数据线呢是120瓦版本那条非常的值。不管什么环保不环保，我都更建议买套装版，真的更划算。涉及到购买上的问题呢，如果你在官网买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这次是2个独立的包装，所以说配件不存在什么库存不足的问题。但是你在第三方购买就会涉及到备货和提醒的问题。还有就是咱们都天天关注手机咱们都懂，但是普通人真的不一定懂套装版会不会一直缺货呢？
这要看后期的出货情况。第三方的平台提醒不到位呢，肯定会有很多人买错，这个售后又是一个麻烦。环保这个大主题，咱们肯定是要倡议的，但是这种方式究竟能不能真的做到环保，这个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和其他厂商同时跟进之后来检验一下了。第7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了，请问小米11选择哪个颜色更好一些？和 Mate 40怎么选呢？如果你不喜欢沾指纹啊，我们肯定是建议素皮版，因为这次的玻璃版虽然是 AG 磨砂，但是它比较淡啊。我们实际上手这段时间呢，还是发现它会沾染些许的指纹但是这次的素皮版颜色好像很多人都不是太喜欢啊。玻璃的话呢，肯定是建议选白色，质感非常不错。和 Mate 40怎么选这个问题，真的问的人也挺多的啊，真是个送命题啊。首先把这个锅我要甩给大家这两个机型你选择哪一个呢？可以评论或者弹幕，3、2、1。这个选择问题，我们无论回答的好或者不好啊，估计都会有人喷啊。这么说吧，我个人的建议是，你之前是什么品牌就延续什么品牌。如果你是第三方品牌要换成这2台手机的话，建议去看一下小白测评对于这2个机型的视频啊，自己做一个判断。这2个机器都有自己突出的地方啊，综合硬件性价比来说，小米11是要更高的，毕竟屏幕就差了一大截了。OK， 7个问题到这儿已经基本回答完毕了。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啊，就在下方留言就行了。OK， 小米11的全面测评，如果我们频道里边呢，你看完了之后，再加上这个视频，关于小米11这一次所有吧，这个方方面面吧，全部都差不多了。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些帮助的话，欢迎下方3连点赞投币啊，特别感谢。OK， 关于小米11，反正我们知道的这些货啊，全部都掏给你了。不管这年，小白测评，我们下个机型再见，拜拜。